大家好呀，我是云飞。上次在小米发布会现场不是没有摸到小米的新平板吗？群里当时也有挺多小伙伴对它很感兴趣，我也对现在的小米平板有着比较大的好奇心。在安卓平板耕耘了这么多年之后，现在是如何，我是不太了解的，所以我借了一台小米平板6 Max 14寸来体验一把。同时，我也在 B 站动态发表了我的看法，问问大家在意什么。那么点亮投币，我们来看看小米的巨大平板现在目前是一个啥样子，值不值得购买？我的这台是从当地的小米之家借来的，磁吸的保护壳、键盘套装都一起给我了，笔也没有落下，所以测试应该可以比较全面。就是体验的时间会比较短，它给我或者说给所有人的感觉都是大，比较重。毕竟这是一台14寸的平板，一体金属成型的边框和后盖，正面一整面的屏幕。说实话，拿在手里或者说放在眼前，确实是非常震撼的感觉。搭配骁龙8加的处理器，分辨率是1880×1800。电池1万毫安，背部是小米13样式的摄像头模块，但只有主摄顶用。这个尺寸的平板，我的建议是肯定得上键盘套装。就算你是男生，也不一定能举着这么大一块平板很久。它的形态大概率是这样的，就是一定会有键盘套装，不然太难受了。背部的这个保护壳可以一直悬停，这点是很棒的。前面的键盘，说句实话，手感还蛮不错的，触摸板的触控也很舒服。键盘的手感还是挺不错的，跟苹果有的一拼，而且这个触摸板挺丝滑的。整体的外观你喜欢吗？平板在我们的手里无非就是看视频、打游戏和办公生产力。而在这一切之前，我们先看看小米的 MIUI Full Pad。我在首发开箱以前的 Pad 的时候，没有太感觉 MIUI 在 Pad 上有什么特别的优化，但这次还真不一样。普通的小窗模式可以分屏2个应用，然后小窗它的一个逻辑呢，我觉得它这个是挺不错的啊。你看，它是这样一个动画，我关闭一个，下面这个只能关闭和最大化，然后这个是移动。但这个难免用起来不是那么的舒服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打开它的一个工作台模式，在平板专区的工作台，你可以把它打开工作台，然后它就是这么一个类似于 Mac 的一个形式了啊。打开它都是默认是打开窗口的，它也有这个数量限制，就比如说我现在再打开一个，它这个第一个打开的就会关闭，啊，这个它是可以切换大小，而且是切换的非常顺滑。就非常的方便，而且同时它这个动画也是做的非常的优秀啊，我个人是很喜欢的。你就比如说，你看它这样一个乱七八糟的情况，我点一下这个就是最新任务栏，然后它把所有的刚才的这些小窗都放在上面了。比如说我再点击它，那它是不是就 OK 了？我要看这个抽屉，就是所有的应用，它是直接应用下来的。你看，从这里这个动画是非常舒服的啊，大家看。然后我关闭一个，这个动画也还可以，然后最大化一个动画也还可以。就非常的不错。这个模式在我看来会比较像 Mac 电脑的桌面，或者是新 iPad 的台前调度，这看起来才比较像一个平板电脑的样子。不过同样也是只能显示4个 APP 在台前操作，且打开第5个会关闭第1个，这个逻辑希望可以改一下。我个人觉得最小化到下面的任务栏会好一些。在生态方面，很多 APP 依然没有适配平板，但大部分都做了双开。安卓平板还是得推进生态的发展，才能真正的用得舒服。视频方面，看 B 站效果是非常棒的，不同于看电脑屏幕的爽。同样一块14寸的平板在你面前或者在手里，就有一种震撼的感觉。而且这次扬声器也很不错，足足有8个，直接给大家看一下实际的效果。画质方面，挺多人问我看这个画面会不会有颗粒感，会不会不清晰？我个人觉得在正常的距离下是感受不到的，反而看纪录片、看电影都非常的震撼。
要说在什么场景下我会感觉到颗粒感，那就是在画面精细度不是那么高的游戏，比如说王者就会有比较强的感觉，那是因为清晰度的原因。而这是它的8个扬声器，我们也来听一下这个效果如何。一群嗜血的蚂蚁被俘虏所吸引，我面无表情，看孤独的风景。视着你，爱开始分明，视着你，还有什么是好关心？但各自不再象征和平，我终于被提醒，工作社会时的是毒瘾。我用漂亮的押语形容被掠夺一空的爱情。啊，我愿开始这笔夜色不干净，公园里脏烈的回音，沾满点飞行，送你的白色玫瑰，在窗内的环境凋零，午夜的树枝上诡异的很安静，静静听我黑色的大衣，向往的你，日渐冰冷的回忆，走过的生命啊，四周弥漫无尽，我在空旷的墓地，老去后还爱你。与你弹着小邦的夜曲，记得我逝去的爱情，跟夜风一样的声音，心事的很好听，是在键盘这感情，我给的思念更深信，你埋葬的地方就有你。为你弹着小邦的夜曲，纪念我逝去的爱情，而我为你隐姓埋名，在月光下弹琴，对你心跳的感应，还是如此温热纯净，怀念你那鲜红的唇印。但到了打游戏方面，我虽然一开始想着是挺不错的、挺好的，但实际用到手里打王者就非常的累，因为没有为专门的大尺寸平板做适配，所以比例是一样的，操作起来手掌不够大就会很难受。如果非要用它打游戏的话，我会建议你上个手柄啥的，不然不推荐。而且平板的重量也非常的重，你不太可能一直这样握着来打，你大部分呢肯定是放在桌面上打。大家一直关心的 WPS 电脑版确实可以在6 Max 上面运行，我个人觉得效果也还可以，不过明显目前的体验不是最优的，逻辑依然是大部分 PC 电脑端的。哎，你看，这个 PC 的这个界面就出来了，这个是欧米1257的那个脚本。那大家看，我这个滑动就已经非常的，这个叫跟不上了。它实际的大小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只有 15.83K， 所以我个人看来，这个 WOffice 目前只是一个 demo， 只是一个给我们现在临时看看，对于未来它或许是可以用的，但现在我们可以用严苛一点的词，我们直接说很垃圾吧，因为它确实啊，就这个感觉，你不能说它好，对吧？但我感觉你大可直接用 WPS， 你看，所以说它就是就是没有经过优化的一个结果，只是说现在目前是可以用这个的。现在直接用 WPS， 它这个普通的版本会好太多。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个电脑版，所谓的电脑版啊，体验真的是差太多了，这个差距太大了。你看，虽然它看起来功能很多，当然啊，它也没有登录的功能。它目前这个登录功能，虽然说它那里有一个标识，可以看吗？虽然这里有一个尚未启用云同步或者说开启云同步的一个标识，但是你是没有办法点击的，没有办法使用的。当然这个暂不开启是可以用的，在设置里面也只有一个关于 WPS， 至少要等它再进行一轮的这个更新，它才是变得更加接近真正的电脑版，而且是平板端的电脑版。除了键盘套装，还有一支笔，它配对的话是需要放在这里。
然后它除了正常的这样滑动之外，是长按这个它是会有一个光标，你可以做一些演示。当你再点击一下，它这里就有一支笔，然后这样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屏幕上直接进行绘画了。双击就是清除，然后我们再点击，它又变回了。然后这个是一个截图的功能，这在这么大一块屏幕上面，我觉得也是非常方便了。最前面这个是它的这个小米创作，我实际试了一下，简单花了一点时间画了一张图。我个人感觉下来，这个 APP 不是啥正经的绘画 APP， 就是一个简单的涂鸦使用的，很多功能都没有，不能分图层，画笔的调节也比较拉。看它的粗细，其实它调整起来它是一段一段的。我觉得这是下一步需要优化的一个点，就为什么不能调成这种无极的呢？建议小米再优化优化，安卓平板端还是比较推荐使用第三方的软件，功能更多，画笔压感啊、末端顺滑的程度都可以调节。这么大一块屏幕，连电脑作为副屏，那一定是很爽的。我拿到它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，但是就是连接电脑只能传文件之类的。明明这个形态就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购买理由，但就是没有，就很可惜。不过我发布的动态里面有粉丝留言说可以用转接的方案，但我目前没有这些设备，就不能确定这个连接是否真实。好消息是平板自己可以连接屏幕进行拓展，效果大概是这样。这效果也挺好的，不过就是它会锁60帧，但它的分辨率是以小米 Pad 的分辨率来作为它的最终分辨率，所以在显示器上面它会有2条暗边。延迟我也给大家试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延迟，我拍照给大家看啊，延迟在0.04秒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因为这是小米之家的平板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演示小米妙想之类的功能，这一块就要委托粉丝帮忙测试了一下延迟，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。在我的使用里面，我也装了挺多 APP 的，这次终于是上了一颗旗舰的 CPU， 应用的使用都挺流畅的，流畅性方面是没有问题。小米也在这块平板上给予了比较大的希望，动画啥的也非常流畅。很多人都问我它能不能替代电脑，这个我个人认为得看你的使用场景。如果只是码字、做文档、看看视频，那还是可以的，而且你会用的比较舒服。但如果你要搞其他的，就请无脑选择笔记本电脑。它的定位，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很爽的追剧平板，并不能代替笔记本的需求。如果你正常工作会使用到笔记本电脑的话，那么它在你这里就注定是一个娱乐平板。说句实在的，我们工作室一群小伙伴都没有使用它的需求。但妙就妙在小米之家都卖断货了，就很奇幻。好，现在刚好看了1个小时的4K HDR 的视频，它的电量从32%到了13%。在我今天的测试里面，它就是1个小时耗了20%的电。这对于一块14寸的大屏幕来说，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。看正常的视频的话，1个小时大概是10%的电，所以通常用1天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不过在这个屏幕大小有这个价格，也是它性价比的一个体现。虽然它的体积确实给我比较大的压力，导致它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和笔记本电脑一样放在桌面上，但它确实是我用过的体验到的最好的小米平板。流畅度、MIUI 4 Pad 的功能、手写笔的功能、键盘、触摸板的顺滑都是挺不错的。等等下一代我或许可以整一个小点的来用用。对了， USB 3.2 真的是太爽了，传大文件真的挺 nice 的。我是云飞，如果可以帮助到你的话，请务必点赞投币支持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